你们跟宝腾之间的协议，要求你们一定要提供一定数额的这个零件嘛？但现在很像他又不需要了，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也会造成困扰？去年就开始了，宝腾本身就说，你们供应商，如果你们不降价，我们就要直接从中国进口了。所以比如一个例子，每一个是1000台， OK， 然后我们就准备我们的设备，我工厂，我的那个员工都是based on 1000台，囤了很多货，或许他也卖不出去，因为这个也是针对你宝腾的一些零组件，他也没有办法卖给别人。大概有15间供应商，15间供应商一直在亏钱。他们这合作大多数都是已经有一些的撤退的，有一些都是在倒闭的。现在有什么后续吗？就是起诉宝腾，宝腾就是拖自觉，拖自觉，一直拖，打电话他也不理，他也不睬 ，email 给他也不理不睬。因为他们是大公司，所以他们有这个资源，有这个时间可以给你慢慢耗。但是中小型企业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资源或者是金钱可以等这么久了。嗨，你好，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我是能杰。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的就是宝腾汽车还有供应商之间的纠纷。那其实大马的第一国产车宝腾 Proton 呢，在过去我们都知道啊，这些历史上面他们曾经是辉煌一时，但是后来呢，由于经营不善的情况，在2017年的时候呢，就是中资吉利控股集团正式了收购了宝腾汽车高达 49.9% 的股份。那么在这个收购之后呢，他就晋升成为这个宝腾的第2大股东。那个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期待说，我们的本地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然后跟中国的这个技术来结合，希望说能够让宝腾起死回生哦。但是宝腾在之后呢，其实它很像也是不负众望的啦啊，它就陆续的推出了几个车款，包括了像是 X70、X50 等等 SUV 的车型呢，提高了市场的占有率。但是最近宝腾有一个新的争议哦，那就是爆出了与旗下数百家的零件供应商发生了纠纷。不仅订货量是远低于供应协议，而且还要求供应商来降低零件的价格，甚至直接从中国进口这个价格更具竞争力的这个全散装的零件，令这一批的这个中小型的商家呢，可以算得上是不堪重负啊。那么这个争议其实发展到今天，究竟它有什么样子的后续呢？我们的政府是否有介入，然后来协助我们本地的商家来度过这样子的一个争议呢？今天我们很高兴，我们就邀请到了马来西亚福建总商会的总裁正，那么其实呢也是宝腾供应商协会 PVA 的茶长陈长兴陈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期的纠纷。来，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嗨，大家午安。OK， 我是陈长兴。好，那今天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这边啊，因为我相信说宝腾的跟你们这些供应商之间的这一些的纠纷，其实我们常常在报章上面看到，那么也当然是非常希望说你们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跟我们现身说法啊。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先描述一下，其实宝腾还有供应商的这个纠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那目前供应商其实你们遇到的主要的问题有哪一些呢？这个纠纷是延续的，就是当这个吉利在2017的时候就收购这个宝腾，它很多一些旧款，比如讲这个我们所知道的 Perdana， 对吗？因为它就是停产了嘛，停产，我们这个所谓的供应商呢，我们每一个款的都有一个所谓开发费，就是这开发费就加上我们的产品那边，就是我们叫 amortization， 就是我们签的合约有5年到8年，就在5年之内，我们就要分摊这个费用在里面。比如这个本来停产就2年了，那么这接下来3年那个钱谁要付？所以宝腾就要负责任的分摊。OK， 所以这个就从2018就开始到一直延续，就是现在宝腾就是一直拖，就是说我们边谈边拖。不过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呢，所面对的现在你拖，我每一个月都在亏钱。
我就比较困难做下去的。了解，所以这个是停产的汽车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有没有另外的问题是关于就是它现在还在生产的问题，包括现在很红的车型 S70或 S50？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里面，它也有说，就是他们现在可能就是从中国那边去整装进口零件，那这个是不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你们跟宝腾之间的协议？因为之前好像签协议的时候，他是有要求你们一定要提供一定数额的这个零件嘛，但现在很像他又不需要了，这个对你们来说是不是也会造成困扰？对的，因为我们每个车款，比如说那个X50是X90或者X70的，我们就有签了5年到8年的合约，刚才我说了。那么每一个，就比如一个例子就是 X90嘛，它这个合约数每一个是1000台。OK， 然后我们就准备我们的设备，我们工厂，我的那个员工都是 based on 1000台的量。OK， 那么他们就给我们1+3，就是一个月就是我们说肯定 firm 的，就是3个是我们叫 tentative 一个预期的一个存货，那我们就是存了4000台咯。那么4000台的时候，你每个月给我订单200台，那么4000台我存货要到2年后才可以交嘛。了解，对啊。那么2018年那时候，中国的企业吉利带很多中国的供应商马来西亚，那合作的时候，那么他们也是在中国的供应商来马来西亚做本地化。这本地化呢，因为政府有补贴，说他一定要进口那个所谓的零件，我们叫 components 来做组装。去年就开始了，宝腾本身就说，你们供应商，如果你们不降价，我们就要直接从中国进口了，就是吉利供应商直接进口了。这样子感觉上似乎也不太合理，因为你们是跟宝腾有签了合约嘛。所以他现在又叫你们降价。好，我们先把这个合约先摆在一旁，但是我们先讨论说这个降价这件事情，它是真的可行的吗？如果你们降价，比如说他要求的30%，那对于你们来说，是不是就会造成亏损呢？降价这方面要看产品，因为汽车的配件很多，是几千种。比如说你一个塑胶，它本钱是1块钱，可能它要卖给供应商卖给快半钱，所以都是50%，你叫他涨30%，应该是很合理的。比如讲减震器，它的利润10%而已，你叫他降了30%，这不合理的。就是看产品，看产品。是，但是这个合约当初是有签约的，那么在签约的这个内容里面，其实你们是不是能够去来以理据争啦啊，或者是说透过什么样子的这个法律的这个途径来自力救济呢？其实这个我们之前的 LA 是一面倒的，我们已经征集了很多法律这个律师团这个是肯定是一面倒了，包括官员也是告诉我们，密地官员这个是一面倒了，这是对我们的供应商是没有利的。其实你会不会希望说政府也在这件事情上面去扮演一些角色，来保护我们本地的供应商啊？因为我们看到说，像2018年就有报道指出说，宝腾新任的 CEO 李春荣要求本地的供应商，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嘛，就是将这个零件的价格下降30%。而那个时候时任的第2国际贸易以及工业部部长，那都是黄家全，他有表示说，这是因为本地的供应商价格本来就比市场高出30%哦，他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是卖太贵了啦啊，简单讲，而且是贵了30%。你认同黄家全当初这样子的想法吗？我是不认同，为什么呢？只要那个产品是刚才我已经说了嘛，那么几千样那个汽车零件，那么30%就是你要看什么零件嘛。是吧？还有第二呢，就是在马来西亚呢，我们所谓的市场那么小，是如果和中国的比较，我们只有10%而已，所以你一个这个量那么小，可能价格方面就是可能会高一点。如果在国内它量那么大，它有它的优势，
那其实贸工部现在是否有派代表和你们去了解实际的状况，或者是尝试来帮助你们解决目前的纠纷？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做调整，还没有请就是贸工部来介入啦。是还没有。OK， 好，你们会想要请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扮演一些角色？我们也邀请贸工部来协助我们，就是说安排宝腾以及贸工部和面对问题的供应商来直接见面。不管是在跟宝腾合作的时候，或者是你们跟这些中资企业在协商或是讨论或者是在会面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就是他们在一些处事的风格，还有或者是在合作的这一些的诚意上面，你会觉得有一些什么样子令你们觉得担心的地方吗？中国企业家其实他们干起事来就很认真，还有就是他们现在的技术是特别好的，我们就是通过这些所谓的他们的技术来希望做这个本地化，就是更多的本地的商家引进中国的那个技术，这是我们当初所想要的，不过他们来的时候就我们做了股东，做的时候就看到那个量那么大，他们就来争了，如果小的他们也不要了。就有点感觉像是授田无人耕，这个田养肥了之后呢，他们就可能是要更多的去掌握啊，就是包括了像是你自己观察，就是过去中资入驻后跟入驻前的这个宝腾有什么样的差别啊？他们其实现在跟过去大马政府完全掌握的时候，其实是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吗？但那时候国企的时候，就是2017之前呢，这宝腾他们比较注重本地化。训练更多的本地的企业。那么2017年的时候，就是吉利，它的好处就是说，他们引进很多这个技术。第二，他们的管理有另外一套，就是比较强制性的那个管理。OK， 这个它的优势在那边。OK， 就像我记得他们刚刚入驻这个宝腾的时候呢，就要求说，包括餐厅里面的干工都要炒得好吃啊。就如果餐厅里面的食物都不好吃，这样子可以把吃子做好。其实当初我听他这么想的时候，确实啦，我会觉得说，在行政管理上面，他们可能很有他们的一套，但是把餐厅里面的食物做得好吃，到底跟造车有什么样直接的关系？我那个时候也是有一点点怀疑，但是我会觉得说，不管在人员管理或者是技术上面，可能中国品牌他们有他们一定的优势，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的就是他们的合约精神这件事情。因为过去我自己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我也发现说，他们是常常有这个撕毁合约的状况，而且他们会想办法去如何去合理化这个撕毁合约啊，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要让我们的所有想要跟中国的这个品牌方合作的时候，可能要去思考以及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包括了前阵子来我们节目的马来西亚零售连锁协会 MRCA 的前署理会长拿督刘明呢，他就表示说，现在中国的产能过剩，所以中国的企业呢大举进驻马来西亚啊，用财大气粗的价格搞价格战来搞垮本地商家。所以其实您自己是不是也有发现到这样子的状况啊？你觉得这一批就是你们这一批供应商是不是现在也遇到了这样子所谓中资的这种冲击呢？我们也面对，因为在国内，在中国，它的产能也是过剩的，他们一定要外销。尤其是最近，他面对那个美国的加税的25%，所以他们要向这个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市场在卖他的产品，所以在价格上呢，他们就一直在降价，打入这个所谓的马来西亚市场。因为汽车都是要很严格的。那个有固定的那个标准，所以这个通过吉利，这回呢就是真的是中国在控制整个宝腾，以及它的利润，它最主要是吉利赚钱。但其实他们的股份很像就是少过一半嘛，那另外一半难道没有瓦西群吗？他家这个高层都是吉利的，第二就是 DRB Highcom 的，就是说。
完全的主权还是在吉利这方面。吉利的人做经理，我们当地的就是做副经理。了解啊，所以哇，这样子听起来很像，就是他们说了算，对不对？对的，很多事情都是他们说了算。对，好，那么其实吉利去年宣布会投资300亿令吉在丹中马令的高科技汽车股计划也就是 AHTV 这件事情。那么其实福建总商会的拿督刘国权在文告当中呢，也有要求吉利要交代这项投资的后续其实您自己对这件事情后续有哪一些观察？你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AHTV 的项目呢，就要看宝腾本身。和政府的一些谈什么优惠，对。那么我所知道的，就这个是历史重演就是2018年的时候，那个吉利就那时候招商去中国招商，中国企业来这边，我也蛮对他们也是可怜。为什么呢？那时候来的时候就是遇到疫情嘛，所以超过一半的中国的那个企业也回去了。这回呢？就是前2天，其实他们在三亚这个海南岛上一直招商。这个问题最好要看宝腾和吉利本身他们谈的什么条件，尤其他们的优惠。来不来就看优惠。了解。好，那我们如果回到了刚刚我们最初讨论的关于他们要求供应商降价30%因为据我知道呢，其实中国汽车不管是电动车也好，或者是油车也好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在马来西亚比较普遍的这种一般的这种油车，其实他们都是政府有提供补助的。那如果在中国政府有提供补助的情况底下，其实他们可能在成本上面就已经是可以轻松很多了，应该这么讲那为什么还要求本地的供应商降价？我就可以告诉你，现在就去年10月，宝腾是 launch 一个 S70是这个S70在中国是卖7万到9万，那是人民币。在马来西亚是卖7万到9万马币，贵了1.6倍。对了，1.6倍。那么政府还有补贴，最高到75%。你说中国政府补贴？马来西亚政府马来西亚政府补贴75%。对，你说宝腾的利润是那么高，政府的补贴的目的是要协助本地的供应商，增加本地供应商，这点这个宝腾还没有做住。到今天就是还是伟兰供应商，它主要的是它的利润而已。你们当地的所谓的本地，我们叫本地化嘛，就是在马来西亚，你是在生产也好，在组装也好，一定要在马来西亚设厂，不是直接进口 CSKD。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政府还有补贴75%，但是我们政府在介入这一件，或者是在协助你们去解决这个争议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点点担心政治力介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太强势，会有这个状况吗？现在我们之内我们就不了解。我们是最重要是政府要协助本地的供应商，因为没有理由不协助，因为政府已经补贴了75%，那你们还被要求降价30%，这个是不是完全不合理的事情现在是我们还没有收到什么政府尤其是密地的所谓的大家有宝腾或者供应商一起见面，不过现在就很多这个宝腾的供应商都有写信投诉在密地的。有一些也是上法院的，我就起诉宝腾了。OK，但是现在有什么后续吗？就是起诉宝腾或上法院？宝腾就是拖自觉，一直拖，打电话他也不理，他也不睬，email 给他也不理不睬。就是拖，所以意思是说，法院已经有判决出来，但是他在拖，还是说他根本就拒绝不去上庭？现在是他们也起诉他，法院还没有判决，还没有判决。但您所说的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上法院，你就上嘛。对啊，他们不去，他们不上庭，他们也是上庭。OK 如果是你现有的供应商呢，他就我们再谈了。OK， 再谈了，可能呢索赔那时候可能好了，一人一半嘛。OK 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他们是大公司，所以他们有这个资源，有这个时间可以给你慢慢耗。但是中小型企业可能就没有这样子的资源或者是金钱可以等这么久了。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所知道的有哪一些的供应商现在已经是真的陷入困境了，特别是可能财政困境，因为他现在又囤了很多货。或许他也卖不出去，因为这个也是针对你宝腾的一些零组件，他也没有办法卖给别人，然后就陷入经济困境，有这样子的状况吗？其实我手上大概有15间供应商面对这个15间供应商，这个所谓的经济困境，有一些都倒闭的。有些已经倒闭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初的时候就是所谓中国企业和马来西亚企业合作，先做宝腾的项目。那么做了宝腾项目的时候，如果你也不起价，那么量也从尤其是X50、X70和X90的量，就去年开始一直降到50%，对吧？所以一直在亏钱，所以有一些。他们这合作大多数都是已经有一些的撤退的，有一些都是在倒闭的。了解，这个宝腾的供应商协会 PPA 的主席呢，也就是拿督旺莫哈默，在2022年的时候就曾经呼吁说要加速允许外籍移工入境啊，因为本地的这个汽车制造业的人手是缺乏的，还有很多本地员工在短短的这个6到12个月内就会辞职啊。其实你自己观察啦，本地的这个汽车制造商是不是真的是面对所谓的人力资源的短缺呢？这位这个拿督万是前任的主席，现在主席是 Mr. Thomas， 这是完全是利润嘛。如果我这个所谓的本地的供应商有钱赚，我们就可以向员工加薪，所以我们不就没有所谓面对这些员工的问题嘛？本身公司的没钱赚嘛，这样去加薪咯。了解。所以这个政府的补贴给宝腾，所以说一定要协助本地供应商。我们知道共赢嘛，如果没有，你就现在不是量也没有了，也不允许我们起价，对吧？那么我们怎样付得起所谓的员工的薪金，或者是起薪，对不对？如果真的我们有利润了，我们肯定会给更好的薪金给到员工，员工不会离职的。了解，其实我很想要问这道问题哦，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它涉及到了宝腾，然后它也涉及到了两国的合作，所以它其实可以算是有一些比较敏感哦。所以是什么样子驱使你今天愿意站出来？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就私底下解决就好了，是什么原因让你今天愿意来到媒体当中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我在这2年都有跟所谓的密地的官员见个面，那么也跟我都希望宝腾呢可以出来，大家就一起来谈，就这些有问题的供应商，大家坐下来谈。不过我们等了大概2个多月、3个月，宝腾也不理不睬，所以我认为今天就应该要再告诉宝腾和密地官员，希望他们安排一个供应商有问题的供应商来一起见面。了解，我相信其实当初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听到说 Proton 要跟吉利合作的时候，大家应该心里都有很多期待，就觉得说他可能可以来改革宝腾，让这个公司，让这个品牌呢可以在我们的市场里面更受到欢迎。这个其实对你们来说，当初应该是一件好事，对不对？你们应该是蛮期待的吧，在一开始的时候。一开始说2019年的时候，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福建总商会是打第一炮了。OK， 你还记得吗？福建人买宝腾 X70有优惠。对，我还记得这件事情。我们福建人就是打一炮，为宝腾每天上免费的报纸。我们也帮宝腾卖了几千台 CBU。你知道 CBU 政府给他们什么优惠吗？就是 CBU 就是进口全免。当初 X70在中国卖1辆是10万人民币，他卖给我们马来西亚人就是10万马币，就是卖1辆赚1辆，3万辆乘5万块，你知道多少钱？而且它是国产的，所以它的这个它也没有进口税的问题，没有进口税，因为是全免。就是他宝腾要求说，我这 X X70，这是第一款嘛，
允许我免税全免，就是3万台。所以当初其实你们是这样子全力的在就是看好这个合作，然后也为他感觉上就是为他促销啦。那因为您提到这个福建工会，那我还记得这个新闻，是因为福建工会里面其实你们有很多会员就是这个零件的这个供应商。是从事这一方面的是吗？我们本身也是很多这个所谓供应商以及会员就说，我们这期望中国品牌，因为当初2019年是，中国汽车可能品质有问题啊，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福建的就站上来嘛，站出来就说好了，我们再支持你们，希望接下来都是所谓的你的价格以及你的那个品质要保留。是，当初你们是这样子的支持他们，为他们代言，没有想到今天居然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甚至有一些的供应商还面临倒闭啊。那这个确实会让大家觉得心里就是感觉到情何以堪啊。但是现实的问题还是要面对啦。那么接下来您会希望说政府怎么样子扮演角色来帮助宝腾的这些供应商呢？接下来就希望这个密地安排所谓的问题的供应商以及和宝腾的高层。尤其是激烈的高层见个面，解决问题，还有最主要是密地，就是政策的问题，就是所谓的 CKD， 可能是因为 CKD 就是对本地供应商没有利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在方面那个税 SSD，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政府就不可能阻止你进口产品，因为我们有货密来去进口，不过 SSD。如果你直接 CKD 来，要 SCD 一定要还的。是。好，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要来跟我们补充说明的吗？我最后是要感谢主播的今天的邀请。不客气，不客气，谢谢。是。好，那今天我想这一段的访谈呢，可能也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的启发，因为我们边缘财经也是很少数的媒体，在中国跟马来西亚开始有很多紧密的合作之前呢，我们也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说，特别是提醒企业界在跟中国商家合作或者在跟中国企业合作的时候，还是要去思考到他们的合约精神的这个部分啊。那当初很多人都认为我们是太过担忧了啊，或者是认为我们可能是有某些的政治立场，所以才会提出这些疑问。但是事情发展到今天，其实我相信国人也很多都可以发觉到说，确实出现了陆续出现了蛮多的问题，包括了在前我们也访问过了其他的这些工会或者是其他的行业，也都告诉我们说，确实会有一些合约精神不遵守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可能也提供给大家去进行更多的思考。你对于现在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些汽车宝腾的这些供应商所面对的困境，你是否也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正在 YouTube 观看的朋友呢，欢迎你一定要记得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